大家好，还是感谢这名网友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舒庆，这个瓜太大了，这个梗太好了。铁证啊，习近平下台了，有意军人申代功，最新的说法，这个军人是谁？这个白头翁是谁啊？绝对是重量级的，绝对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白头翁把习近平给抓了，而且我能给大家提供铁证。没有铁证的话，我也不会一直在夸这名网友啊。这个证据绝对是无可辩驳啊！大家想想，马宁宇这个疑似马前副总理的女婿，前马副总理和李干杰的秘书申长友已经自行了断了。马宁宇涉案习近平的明天系和叶简明案，这么大的瓜都要排在后面。那先看舒庆这个特别的精彩啊！舒庆的简历呢，简单的说，分成3个部分：环保总局、河南省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啊。那舒庆的背景呢，他的主子在环保总局这里。那最精彩的部分呢，习近平下台的铁证呢，在上海市公安局这里。那当然了，咱们要先说河南省。那河南省虽然瓜少啊，但是因为我已经发现天大的瓜了，没有心情去管河南老乡的事情啊。河南的瓜虽然少，但是没有河南的基础知识的铺垫，就不容易理解整个事情啊。那虽然枯燥，咱们还是铺垫一下，精彩的到最后。说是河南没有瓜，也有大瓜，不然我也不会说的。那舒庆在河南的经历很简单，他在环保部混不下去了，应该是新的部长，跟他不是一个派系啊。舒庆后台的主子安排他去了河南，那相隔1年的2010年和2011年呢，先后担任了2个县委书记，先是荥阳市委书记，然后是公益市委书记，2个县级市啊，那都是河南省郑州市的下属的县级市。当时的郑州市委书记是连维良。连维良传说是李克强的人呢，这个就不对了。如果连维良是李克强的人的话，那么舒庆也应该是李克强的人呢。习近平能让舒庆当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吗？或者说这个舒庆就不是连维良提拔的？那舒庆是环保部空降的官员，所以肯定不是连维良提拔的。连维良提拔的谁啊？连维良提拔的是刘尚进。刘尚进3中全会之后晋升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呢，这是第15个呀。李克强嗝屁之后发威了，3中全会之后，李克强的亲信陈忠伟当上了江苏副省长，李克强的亲信连维良提拔的刘尚进当上了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委秘书长。那这下一期再说吧，现在瓜太多了，一个比一个瓜的大，我就来不及说。那3中全会之后呢，现在连提了15个副部级，应该不止这么多，但是我只关注到这么多，没准有16个、17个、18个，他没有一个是习近平的。那其中至少2个，江苏的副省长陈忠伟，重庆市委秘书长刘尚进是李克强的亲信，李克强都已经嗝屁了，突然发飙了，亲信都上位了，我实在给不出别的解释啊，只能说习近平下台了。所以这个舒庆啊，他不是连维良提拔的，因为连维良是李克强的亲信啊，他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公和郭耕茂硬塞给李克强的亲信连维良的。这个河南说是没有瓜，其实这个瓜也不少啊。这个郭耕茂有大瓜，不然我也不会说啊。连维良被习近平的亲信卢展公和郭耕茂挤兑呢，在河南待不下去了，李克强就把连维良调到发改委当副主任。习近平始终压制连维良，也不让李克强把连维良提拔成正部级呢。这个舒庆就是被当作棋子拿去挤兑李克强的亲信连维良的。我们简单看一下河南省委书记啊，就比较容易说，和河南省长的派系啊。杨锡宗是赵紫阳派系的，侯宗斌是陈云派系的，李长春是陈云派系的，马忠臣是赵紫阳派系的，陈奎元是陈云派系的，李克强是胡锦涛派系的，跟赵紫阳是一个派系的。
许光春应该是胡耀邦、江泽民派系的，卢展公是陈云派系的，郭更茂这个有个大瓜。那李长春是他自己说的，他是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郭峰提拔的，郭峰就是陈云的马仔啊。陈奎元都能说成胡锦涛的派系，我也是醉了。难道就因为陈奎元接替胡锦涛担任西藏书记的？省委书记不能提拔自己的继任者啊，省委书记都是一把手、二把手提拔，就是邓小平或者陈云提拔的。就冲这个陈奎元骂温家宝，攻击普世价值，陈奎元就不可能是胡锦涛派系的。温家宝和胡锦涛是一个人，是一家子啊，就胡温嘛。陈奎元虽然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官员，那内蒙古邓小平派系的比较多啊，但是呼伦贝尔在文革10年，他属于黑龙江。陈云他原来就是东北局的书记啊，陈云在东北的势力很多，马仔很多，李长春啊、孙春兰呐、薄熙来啊，都是陈云、薄一波这一派系的。你包括习近平本人也是陈云、薄一波这个派系的。河南省长这边呢，程维高和李长春都是陈云派系的人，马忠臣是赵紫阳派系的，李克强是赵紫阳、胡锦涛派系的，李成玉可能是陈云派系的。李成玉是谁提拔的？是宁夏黑波里提拔的。黑波里的儿子黑良杰是个军火商人呢，军工系不就是习近平这一派的吗？黑良杰呢和李克强是北大一个宿舍的同学呢，即便如此，黑良杰和李克强也不是一个派系啊。郭更茂这个大瓜是什么呢？郭更茂这个大瓜涉及到习近平是怎么上位的，怎么当上总书记的？郭更茂是谁呢？郭更茂是好多人也不知道，他曾经是河南的省长，河南的省委书记，已经退休了。郭更茂这个大瓜，今天我就不展开讲了，这今天我也讲不完了。着急的观众可以去找王继洲，那油管和推特应该叫做老王来了，把我画的这张图拿给王继洲看一看，说我画的对不对？那请王继洲讲一讲秋林公司，他愿意讲不愿意讲，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啊？这中共啊和西包真是历史虚无主义啊，做贼心虚，把这个平一杰是河北的衡水的地委书记，河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简历资料都删掉了。你删简历有什么用啊？删简历就没人知道平一杰是谁吗？你删个习近平就不用下台了嘛？那着急吃郭更茂这个大瓜的朋友可以找王继洲问一下，他愿不愿意说我画的对不对？今天我们不吃这个瓜，这个瓜是习近平是如何上台的，我们今天吃习近平是如何下台的瓜。这马文章是没有算出来习近平要下台吗？还是算出来不告诉习近平啊？有一军人申代公，这个军人是谁？白头翁是谁？马文章是不是没给他算出来啊？我们接着说舒庆，舒庆是上一任的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都已经被搞下去快1年半了，1年了。大家看舒庆他是环保总局的干部啊，副处、正处、副局、正局，你看这时间线全是在谢振华任内提拔了。当然稍微粗糙一点就是我没找出来他当时副处、正处应该是环保总局法规司的司长是谁呢？那估计就是谢振华的马仔。那反正舒庆的副局和正局是谢振华的提拔的，或者说当时的环保总局的副局长提拔的。但是当时的环保总局的局长就是谢振华，那舒庆有没有可能是哪个副局长提拔的呢？不知道啊。舒庆成为正局级之后，居然被打回了副局级，还真是能上能下，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谢振华2005年至2006年主要是2006年1年呢，56岁的谢振华因为发生在吉林和黑龙江2个省的松花江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待业1年，就是失业了1年。在这1年里呢，舒庆也被从正局打回了副局级。也就是说，舒庆你看着他和谢振华的履历完全的吻合啊，舒庆他就是谢振华的马仔。那谢振华是谁的人呢？大家想想，这个谢振华为什么72岁了还能当气候特使？谁这么舍不得谢振华退休呢？谢振华是前一任的环保局长曲革平提拔的。曲革平是谁呢？曲革平是国际节能环保协会的名誉会长。那会长是谁啊？会长是习远平。这个瓜大吗？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舒庆的后台居然是习远平，那这个瓜居然还不是最大的瓜，还有比这个瓜还更大的瓜，比习近平还大，能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先吃一吃习近平这个大瓜呀，再吃吃比习近平更大的这个瓜。我们看这个网友说的，诸葛宇杰当时的职位可是比舒庆要大，疫情后都调往外地，而舒庆一个区市公安局局长兼无实权的副市长却被人保了下来啊！这说明舒庆的后台比诸葛宇杰都硬。这位网友说的没错，舒庆的后台就是习近平，舒庆是习近平的马仔啊！一人杨全搂走，让警察破门而入执法，违规违反驱赶外国人都是上海警察。那上海警察局长舒庆就是习近平的马仔啊！习近平人家亲口说的嘛，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不就是部署了？人家把弟弟习近平都部署到习近平的马仔舒庆部署到上海去当公安局局长了。孙春兰他也是习近平的马仔啊！孙春兰最早在辽宁省鞍山市就是当时的地委书记殷渊提拔的。殷渊1947年就曾经在东北局当秘书，当时陈云是东北局的书记。当时东北局有5个书记，那秘书也只有5个人。那孙春兰的秘书孙向阳提拔的马仔雷海潮抢救习近平有功，那4年就从正局升到了正部。那舒庆这个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是谢振华提拔的，谢振华是曲革平提拔的，曲革平是习远平的白手套。那所以一直有传言习远平才是中国的政法委书记，那一直没有证据。那现在证据来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舒庆他就是习近平的马仔。那最大的瓜还是有一军人身带功，到底是谁？这军人到底是谁？谁是白头翁啊？2020年10月2日，华为真正的老板习近平坐着他的私人飞机湾流 G60，编号 N333GW， 价值4000万美元，2.8亿人民币，13亿新台币。习近平坐着私人飞机飞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国际机场呢。那同时呢，卑诗省高院法院召开听证会，继续就孟晚舟引渡案程序及证据部分进行辩论。也就是说，习近平亲自飞到了温哥华去英雄救美，救自己的情人孟晚舟呢。那习近平为什么有资格飞到温哥华去谈判呢？因为习近平的马仔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舒庆，这是一个侧面的证据，证明习近平就是中国实际上的政法委书记。因此，习近平这孙子抓2个加拿大公民，2个迈克尔、康明凯和斯帕福，他抓了这2个加拿大公民呢作为人质，所以习近平坐着私人飞机飞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和加拿大政府谈判啊，交换习近平的情人孟晚舟。那习近平呢就华为案批了200个条子，因为华为的真正老板就是他的弟弟习近平，孟晚舟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近平的情人，因此习近平给他弟弟习近平批了200张条子。肖建华呢，就是习近平带着陈文清去香港，把肖建华绑架去了中国，保护性的关押呢，最后不是轻判13年嘛？因为明天系就是习近平的资产，明天系就是习近平的小姨子彭丽娟老公徐兴建的资产。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56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习近平小姨子彭丽娟的老公徐兴建呢，从信达地产升任总公司，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吴振清和刘金平分别担任信达地产的董事和监事。明天系就是习近平家的，纽约时报写的清清楚楚的呀。那说什么肖建华、金融政变这些人呐，就是共产党，他们就是共产党啊，他们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的马仔。所以有意军人身带功到底是谁？白头翁到底是谁呢？2023年习近平的马仔舒庆
被拿掉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位子呢。这个时候，共产党媒体《星岛日报》放风，《星岛日报》是美国官方认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习远平想用自己的马仔舒庆取代王小红的马仔齐延军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位子，这瓜大吧？传言王小红拿下习近平居然是真的，没有想到啊！因为习远平想用自己的马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舒庆来取代王小红的马仔齐延军。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证据了，没有这个证据，谁敢相信有一军人身带弓？这个军人居然是王小红啊！这个军人就是王小红啊！因为古代人他不知道有警察，警察就是军人，有一军人身带弓。王小红的名字里就有一个弓字啊，这不是就是吗？不过不是弓箭的弓，而是共产党的共。那中国古代人呢，就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啊、谶语啊、谜语，他不会把答案写在谜面里。中国古代人他就喜欢玩这个通假字，或者说错别字。弓不一定是弓箭，也可能是共产党的共啊。白头翁啊，王小红在河南的时候头发已经白了，他是染黑的。东宫门里伏金剑。中国公安部就在中南海的东边呢，永士后门入地宫。那如果没有证据，谁敢相信原来浓眉大眼的王小红居然背叛了习包子？那其实也不是一点征兆都没有呢。大家都以为王小红要当政法委书记，结果是陈文清上位了，说明习近平已经不相信王小红了。特勤局局长也被拿掉了，换成了王志忠。国安部为什么大出风头啊？国安部就是陈文清的嘛，就是习近平不相信公安部了呀，所以用国安部啊。习近平不相信王小红啊。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证据，习近平想用他弟弟习远平的马仔舒庆来取代王小红的亲信齐延军，最后还没有成功，这也够神的呀。习包子想拿下王小红啊，迹象已经很明显了。王小红如果不先下手为强，把习包子抓了，习包子这样剪裙边啊，早晚习包子要把王小红给抓了。所以有一军人身带弓，这个军人就是王小红。自言我是白头翁，白头翁就是王小红。好的，谢谢大家。